3分钟搞懂碳交易平台，强制性排放配额 EA 和自愿性减量额度 VER。嗨，我是清慧博士，用大白话来帮你厘清复杂的碳权知识。首先你要知道，我们口中的碳权其实还是有分的，分为2种，一种是法规要求的一个值，假设只能排碳100好了，这个100的专有名词就叫做排放额度。做的比100好呢，就可以拿出来卖；做不好，超过100的部分，就得想办法去买别人放出来的排放额度来补。这个就是强制性排放配额，英文叫 EA。另外一种就是因为自己心中一片赤诚，自己自动自发想要做，我就是想要为地球好，为环境好，顺便申请碳权。那这每一吨都是可以拿来卖的，自愿性减量额度，英文叫 VER。英文习惯叫做碳信用 Carbon Credit。 我们台湾碳交易所的性质是收集别人已经完成的减碳成果来卖，所以是哪一种呢？台湾碳交所是自愿性减量额度 VER 的交易平台。强制性碳排放配额 EA 的交易市场发展最成熟的是欧盟的碳交易市场 EU ETS。他们从2005年发展到今天已经见过很多的大风大浪，也是目前涵盖最多企业数的碳交易市场。中国的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从2021年开始上线，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强制性碳交易市场。强制性碳交易市场让企业可以减碳的机制有2点，一点是灵活，2是法规会一年比一年严格。首先灵活就是企业超过法规要求的部分，可以选择每吨缴100欧罚款，或者是去 EU ETS 买别人的排放配额来补。无法达标的企业至少有2个选择可以选，再加上不管是罚款或者是 EU ETS 的价格都很不便宜，所以呢就会激励企业认真减碳。另外一个机制就是逐年降低法规要求的那条线，这就好像玩慢波舞，它是逐年下降的，今年100，明年90，后年80，因为会一直降，就会让企业产生落实减碳的诱因因为碳成本太高了，不减就等着倒闭，资本主义可是非常残酷的。台湾呢没有强制性规定排放值，所以呢也就没有强制性碳权市场。对于减碳大户，我们台湾是用课征碳费来处理，而我们的碳交所是去国际发证平台上去批别人的碳权成果，也就是国外的自愿减量额度回来卖的，所以是自愿性碳权的交易平台。第2阶段也是会陆陆续续的纳入国内的自愿性的减量额度可以上架，我们能做的就是一起来乐见其成吧。如果你想要持续了解更多的碳权知识，那就请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。要是你还有任何对碳权的疑惑，也欢迎到我们盖亚律师塾的脸书社团找清慧博士解惑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是清慧博士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嘿，拜拜。